大家好，我是米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收到你的1200了吗？最近逢人我就会问这个问题，虽然家里蹲也遇不上几个人。我还没有收到这笔钱，但是这不妨碍我为收到的朋友们欢欣鼓舞，为没有收到的朋友们出谋划策。如果你还没有收到这笔钱的话，你可以去 IRS 的这个网站查询你的状态。我查了一下，系统表示他们没有办法确定我是否有资格收到这笔钱。我很确定在2019年我是有资格领取这个补助金的。我有 file 2018年的税 ，IRS 也是有我的银行信息。我以为我会直接收到这笔钱，可是为什么没有呢？我仔细比照了一下 IRS 的细则，它有提到，如果你在2019年 file 的是1040NR、1040NR1Z、1040PR 和1040SS，你是没有资格领取到这笔补助金的。我当时还没有 file 我2019年的税表，但是在2018年我 file 的是1040NR， 所以 IRS 很自然的就无法确定我在2019年是否有资格领取到这个补助金，于是我赶紧 file 掉了我2019年的税。虽然政府明确表示绝大多数人都是不需要采取任何的行动坐等收钱的，如果你符合资格的话，可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它还是有很多的陷阱和你需要去做的事情。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助金的领取条件，也就是哪一些人可以拿到这一份补助金。如果你是美国居民，你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的收入没有超过一定的限额，而且也没有人把你作为 dependent file 在他们的 tax return 上，那你就是可以领取到这笔钱的。这里面可能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就是美国居民。美国居民包括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还有满足 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的外国人。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它指的就是你在美国居住的时间。如果你在本年在美国的居住时间超过了31天，那么你就可以作为美国的外国居民来报税。或者如果你在最近的3年内在美国的居住时间超过了183天，那么你也可以作为外国居民来报税。在这个发放标准当中，另外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 dependent。如果2019年有人把我作为 dependent file 在他们的 tax return 上，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吗？这就要因家庭而异。因为在这个补助金的条件当中，任何年龄超过17岁的 dependent 都是没有额外的补助的。假如小明今年20岁，他的父母把他作为 dependent file 在他们的 tax return 上，那么他们一家3口只能够得到2400的补助金。而如果小明单独 file 他的 tax return， 他和他的父母总共可能可以拿到3600的补助金。可是这一定是最好的吗？也不一定。因为如果小明的父母 file 小明作为他们的 dependent， 因此小明的父母可以拿到相应的 education credit 和 earned income credit， 而这2个 credit 加起来的金额会超过1200的话，那小明被作为 dependent file 在他父母的 tax return 上，其实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讲完这个发放标准，大家对于自己是否有资格领取到这笔钱应该是有一个谱了。如果你觉得你应该能够收到这笔钱，而同时你又还没有收到这笔钱的话，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呢？第一，就是赶紧 file 掉你2019年的 tax return。虽然政府说只要你有 file 你2018年的 tax return， 而你有符合标准的话，你会自动的收到这笔钱，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可是很有可能你在2018年是不符合标准的，而在2019年是符合标准的，就像我一样。那你只有在 file 完你的2019年 tax return 之后，政府才会给你发放这笔钱。而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在2019年有了孩子，那你可能会因此而得到更多的补助金，所以赶紧行动吧。第二，你可以去 IRS 的这个网站更新你的银行信息，这适用于所有没有给 IRS 留下银行信息的人和所有不需要报税而且没有报过税的人。一方面，如果你没有给 IRS 留下你的银行信息， IRS 是默认会寄给你一张支票的，那你就需要去确认你的地址是否正确，否则你可能收不到你的支票。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不需要报税而且也没有报过税的话，
IRS 根本不知道怎么发钱给你，所以你必须要更新你的银行信息，这样你才能够收到钱。最后的最后，我们就只能够耐心的等待，保持身心的愉快。非常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如果你喜欢的话，请给我点击订阅、点赞。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留言当中问我，我们下期再见啦！